最喜欢吃妈妈做的千层糕。姐啊，你会不会做？你又在读剧本啦？今天就拍第一场戏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我一整天啊都吃不下饭呢。晶晶啊，晶晶，快点来帮忙啊！柔柔啊，等一下要帮我哦。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千层糕。大姐啊，你会不会做啊？什么千层糕？你什么时候吃过妈妈做的千层糕？没有啦，随便说说而已。哎，你这么全部放进去，快点捞起来，快点！哦，我烫菜给你，帮你减肥吗？我一个人减肥吗？你们都不用减肥，难道你们要吃这些没油没酱的菜吗？我没想到。哎呦，你这么全部捞起来！叫我捞的吗？你们要吃的捞起来，剩下一点点给我吗？我不用吃吗？哦，你这个人呢，我还以为你好一点了，哪知道还是这么 blur 的，我真的是头痛嘞。大姐啊，人家说做人青青菜菜就好。谁叫你这么说的？你最好不要乱去听啊！这个人啊，摆明是要吃你啊！哎，对呀、你不是跟阿明走了一段日子吗？你觉得那人怎么样啊？ OK 咯什么 OK 咯？ ，OK 就是 OK 咯。什么叫做 OK 就是 OK 咯？我真是给你气死嘞！昨天八姑不是来我们店吗？那你也知道啊，你会听他跟我说什么？大姐，你教过我的，人家说话不能偷听，很没有礼貌的。八姑说，她最近虽然天天有练太极，但是她身体不像以前那么好了。她希望可以留在家里，可是又担心阿明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所以她希望你可以跟阿明一起去卖鸡饭。可是我也要帮你卖椰浆饭呢，我哪里有时间？你不知道人家意思吗？我知道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八姑要退休喽。哎呀，你哦，真是怎么点都不通的嘞。好，我问你啊，如果让你跟阿明结婚，你愿意吗？当然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大姐啊，他年纪比我大那么多，我们性格也不合，他头发又少，我对他就是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咯。谁叫你这么说的哈？我自己说的。刚才你就说做人青青菜菜，现在还会这么挑剔啊？大姐啊，现在是嫁人呢，不是吃饭。吃饭可以青菜，嫁人怎么可以青菜呢？你要跟你嫁的那个人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一起手拉手。好了，你不要嫁就算了，我又不是慈禧太后，叫你嫁你就一定要嫁吗？你最好呢跟我一样当老姑婆哦。我才不会呀！你说什么？没有，那个菜酱可以吗？要不要烫熟一点？可以了啦，不用了啦，我气都气饱了。大姐，我已经跟四姐说，我今天不在家里吃晚餐了。为什么？男朋友约你啊？不是啦，不是，你不要骗我啦！燕燕已经告诉我了，交男朋友而已吗？不用这么害羞的。我只是吃顿饭而已啊。四姐，你陪我去好吗？好啊。他去做什么？当你的电灯泡？大姐，你就让四姐陪我去，拜托啦。好啦，哟，你这个人这么老土了呢？那我先去换衣服了。哎，你做什么？脸脚不舒服啊？不是啊，我只是觉得脚软，没什么力气。你跟男朋友去吃顿饭了吗？也不用紧张到这个样子嘛。不是，因为我今天检查树木，树上有一条蛇，我就吓了一跳，到现在脚还有点软。那你真的要小心一点啊！你知道你这双脚花了我多少钱吗？小时候整天带你去看医生啊，什么花生鸡脚汤啊、人参啊、维他命啊、补品啊，吃了一大堆才把你这双脚啊补好的。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嘞。对啊，那时候啊，你到3岁都不会走路，我们担心死了。不用担心，我没事的。
哎呀，柔柔啊，我看你还是不要去了，打一个电话给你男朋友咯，说改天才吃。大姐没关系啦。对喽对喽，人家一定会开车来接他的，不用走路的。那好吧，等你们稳定一点，你看哪一天带他回来吃饭，让我们看看吗？嗯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大姐啊，为什么柔柔交男朋友你就那么放心，还请他回来吃饭？那我交男朋友你就呱呱叫。柔柔从小到大呢，不管是读书也好，工作也好，交朋友也好，有哪一样需要我担心的？你呢？你自己说说看，你有他的一半吗？没有。没有就不要 complain， 知道吗？哦。幸好柔柔帮我，要不然大姐一定不让我出门的。你以后要常常拍戏，总不能一直瞒着你大姐啊。先拍完再说吧，也不知道能够拍多久，可能很快他们就不要我了。如果你这样想，我们现在就回去。一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呢，是不会成功的。哎，没有了没有了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我有信心，有。你看你，被我一吓就慌了。其实紧张是正常的，不紧张才有毛病。不过，绝对不能退缩。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不会紧张了。我把这些对白都背下来了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哎，你应该说绝对没问题。绝对没问题。很好。莫志金，我带你去化妆，马上进场了。哦。他是我朋友，他不能进来，我们迟到了，快走吧。可是不要紧，进去吧，你行的。碧人演大姐，来，我介绍你们认识。哦，碧人演你妹妹的来了，她是莫晶晶。Hello， 碧人演你大姐。啊，我最喜欢看你的戏耶，你的九层糕、豹子胆啊，我每一集都追看。谢谢。第一次拍戏啊？对呀。紧张吗？有一点点哦。不要紧张，放轻松。哦。OK， 来，我们对稿。来吧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小妹，告诉大姐你想吃什么。我最喜欢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看，再来。小妹，告诉大姐你想吃什么。我肥妈喜欢吃我做的千层糕。看。小妹，告诉大姐你想吃什么。我喜欢吃肥妈做的九层糕。Sorry， 不是九层糕。看，再来。今晚的星空真漂亮。其实星空啊，每天差不多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星星离我们太遥远，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它在移动，所以每颗星星呢都会在同一个位置。
可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那么多星星的，尤其是月亮特别的亮啊，又或者是乌云满天的时候。其实星空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星星被月光或乌云遮住了，我们看不见罢了。那就是说，客观环境是不会改变，但是客观环境呢，却是随着主观环境而改变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，现在跟你在一起，星空就显得特别的漂亮，特别的温柔，而星星也比较多，比较亮。从地球往上看，如果不借助望远镜的话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7000颗星星，但是你只能数得出2000颗星星。怎么了？不对吗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很可爱。蓉蓉，你很漂亮。如果现在有流星划过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我可以马上许个愿。其实啊，新加坡的城市太亮了，我们不太容易看到流星的。如果没有城市的灯光，我们大概每个小时可以看到5到10颗流星。是吗？那就是说，虽然我们看不到流星，但其实它们随时随地都会在我们的头上划过。嗯，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许个愿。我期盼有这么一天，能带着我心爱的女孩，坐在大草原上面，数着天上一颗一颗的星星，从1数到2000。柔柔，你愿意陪我一起数星星吗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我脚又软了。啊？没事吧？我就快笑死了，有人竟然被蛇笑到脚都还软着呢。好了啦，我从小最怕蛇了，你还一直笑我。可是你那么怕蛇，怎么当植物学家啊？那些蛇专门躲在植物里面的。蛇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，碰到的机会很少的。哎呀，小姐，那并不保证碰不到啊。我看我们以后还是不去大草原了，我们住在大沙漠吧。不行啊，沙漠里有毒蛇，好像响尾蛇。大晚上吧。更不行啊，水里面有水蛇。这样，不如我建一个空中花园，在那儿什么蛇都不会来了，而且也比较靠近星星多一点。这主意很好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什么说定了？我都没有答应你哦。哇，你刚刚才跟我到了大草原、大沙漠和海上，现在就说不去了啊？你好坏啊！原来你在逗我。总之你现在落在我手里，就休想跑得掉啊！别跑啊！放我下来啊！你放我下来，别跑啊！喂，你快放我下来吧，很多人在看我呢。那除非你答应陪我一起看星星，没有的话，我是得放你下来。sorry。快放我下来啊！怎么没有听我弟弟说过，在他身边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啊？他是你哥哥啊？没错，我是天阳的二哥，我叫殷天成，你也可以叫 Edison。嗨。我们走吧，柔柔。怎么了，天阳？我只不过是跟你女朋友打声招呼而已，你干嘛这么紧张？我又不会吃了她。我还正想问问看你女朋友有没有兴趣来当业余的模特儿。她没有兴趣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兴趣呢？你看我弟弟，好像要开始紧张起来了。这也难怪啦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有气质，难免是会担心的。不过发掘漂亮的女孩子是我的工作，我经营一家国际模特儿公司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随时欢迎来试镜。我已经说过她没有兴趣了。是吗，柔柔？
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没有兴趣。我们走吧。白痴！你越是紧张，我越想吃掉这个女人。看看到时候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。他真的是你哥哥啊？嗯，同母异父。我妈咪跟 Daddy 结婚之前，和前夫生了2个孩子，他是老2。如果不是他提起，我还真的看不出来你们2个是兄弟呢。老实说，我和我2哥的感情最不好。我看不惯他的一些所作所为，他也不喜欢我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算了吧。那我就比你幸运多了，我有4个姐姐1个弟弟，我们感情啊都很好呢。可能是我从小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吧。你父亲没有再回来看过你们了吗？没有啊，所以读书的时候，我每次遇到作文题目，我的父亲，我就问老师说，可不可以写别的题目？因为我连父亲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，我怎么写得出来呢？连照片也没见过。没有啊，因为我大姐把我父亲的照片全部都丢掉了，她非常恨我的父亲，平时都不准我们提起他呢。也难怪你大姐会那么恨他。你父亲丢下那么多个孩子不管，也未免太绝情了。小妹，告诉大姐你想吃什么？我喜欢肥妈的千层糕。看，你又漏字了。我最喜欢吃肥妈做的千层糕。哦，导演，对不起。我的天哪，一场都没有拍到。Sandra 打电话给监制叫救命啊！导演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今天我们再来 ，OK？ 哦，可以的。小新说过，只要有信心，就一定可以。我最喜欢吃肥妈做的千层糕，大姐，你会不会做？看，导演，我说了。可是我还没有问你，小妹，告诉大姐你想吃什么？小新知道了，一定很难过的。小新，哎，拍完了，怎么样？顺利吗？还好，吃了很多 NG， 可是最后都拍完了。拍完就好，第一次没有经验，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的。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你哭了？没有啊，在戏里我需要很伤心，所以演啊就流泪了。哇，你那么投入啊？那导演有没有称赞你啊？有啊，他还打电话给监制呢。都说你一定行的，那什么时候能看到你演的戏？没那么快了。监制说起码要等到半年后才能播出。哦，我们快点走吧，我看柔柔一定等我等到急死了。好。柔柔，对不起啊，是不是等很久了？小声一点啊，大姐可能还没睡。我们快点进去吧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四姐啊，你今天拍的还顺利吗？怎么啦？四姐，你不要这个样子了。
第一次拍戏总是会比较紧张的，下次可能会做得更好呢。没有下次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说我不用再去了。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？一下子说要用你，一下子又叫你不用去了。也不能怪他们啦，花了4个钟头，连一场戏都拍不到，他们哪里还敢用我？我从小就那么笨，即使在小学的时候演一棵树，同学们都说我演得不好。我很不甘愿地问他们，我演的是一棵树啊，不用动，不用说话，呆呆坐在那边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说我演得不好？他们说，因为我连站都站得不好，树会摇，我不会摇，于是我就摇来摇去了。可是他们又说我摇得好像鸭屁股一样，难看死了，连树都比我聪明。他们说我干脆演一块石头好了，因为老师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说我就像一块石头。四姐，你不要把自己说成这个样子啦。我没事了，你也知道我是这样的，有时候看电视剧会看到哭，常常给大姐骂到半死。我真的没事了。我在走回家的路上想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，有些人聪明，有些人笨，有些人漂亮，有些人丑，这都是上天分配好的，就好像演戏一样哦。有些人演主角，有些人演配角，又有人做凯莱菲咯。你是说做人要认命啊？不是，就是，哎呀，我也不懂得怎么说。总之就是，如果连树都做不好，就做好一块石头咯。石头也有用处的嘛，人家走累了，屁股一坐下就不累了。可是，坐在石头上的那个人，最好不要放屁咯。去享受它。你怎么一刻都离不开书本啊？反正你都还没到啊。那你可以去逛逛街，看看橱窗啊。我没有什么东西要买的啊。很多女孩子即使没有东西买，都可以逛一整天的。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吗？哦，那就糟糕了。怎么了？我本来打算今天跟你逛街、喝咖啡，过一个什么都不做的周末午后。我想啊，这个主意好像……对不起，你知错了。我是说这个主意好像还不错。哎，你不会觉得浪费时间吗？有时候植物也是需要休息的啊。就好像含羞草晚上也会合起来睡觉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好像开始对大自然很有研究喽。谁叫我追求的是一位植物学家？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！我都已经上钩了，跑不掉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谁上钩了？好吧，我们去喝咖啡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我们还是走那边去吧。
弟弟耶！你弟弟是模特吗？他是兼职模特啊。哇，洋洋什么时候跟他拍这种广告啊？都没有听他提起过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啊。小姐要帮忙吗？我去洗手间一下。医生怎么样？你的女朋友越看越有味道，不过装扮保守一点。如果改头换面一下的话，我保证她会成为一个性感的尤物。你干什么？你敢动我的东西，我就动你女人。你敢？你尽管试试啊！喂，爹地，什么事？妈咪怎么了？要不要回房间休息一下？不用了，我看他们快回来了，多等会儿。妈咪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要大惊小怪。Daddy， 医生怎么说的？医生说，你妈的心跳不太规律，本来要她留院，但是你妈就是不肯。妈咪，你应该听医生的话啊。是啊，我吃了药，打了针，没事啦。医院那环境我受不了，等我要死了才进去也不迟。你们坐吧，我看天成和天阳也快回来了。哦。妈咪，我来帮你按摩。爹地，我来。妈咪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你们不是回来奔丧，不要一个个露出这样的表情。坐吧。Elizabeth， 你也坐。好。妈咪，我身体到了这个地步，不退下来也不行了。所以从明天开始，我会卸下公司所有的职务，只保留一个董事主席的位置。不过也只是在体力允许之下，间中去开一个会。公司主要还是天宝、Elizabeth 和天阳来看着。天宝，你来接总裁的位置。哦。天阳。这些日子来，虽然你表现很好，毕竟你资历还浅，历练不够。以后要跟你大哥大嫂多学学。哦，是的。Elizabeth， 天阳，你们来担任副总裁的位置，协助你大哥。妈咪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，搞好公司的业务。你为公司尽心尽力，我当然开心。不过，最好也生个孙子给我抱抱。哦，我留了一笔遗产，准备给我孙子。我希望我闭上眼睛之前，能有个孙子抱抱。妈咪，你的身体一向很健康，我相信你肯多休息的话，身体一定会很快复原。这个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说这些话。是啊，妈咪，你就乐观点吧。我是很想活久一点，不过有些人巴不得我早一点死。妈咪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知道有人向王律师打听我改遗嘱的事，王律师没有告诉我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。
妈咪，你应该叫王律师说给你听才对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的嫌疑一定是最大的，因为我在妈咪心目中一直都是最不争气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想多活几年。那这样不就对我很不公平吗？够了！难道你还不明白妈咪的用意吗？不要再惹妈咪生气了。OK。Sorry。遗嘱嘛，我常常改，因为人心也常常在变。我在商场上打滚了那么多年，对于人性我是看得很透彻。不要说百万、千万的财产，即使几万块钱，也要争得头破血流。所以我趁我头脑还清醒的时候，把该分的分好。等我死了，谁也不用争。但是要是有人在我还没死之前，在我背后搞小动作，我1分钱也不分给他。你们都知道我的性格，以为我在开玩笑的，不妨试试看。我累了。妈咪，我来扶你。不用，我还走得动。恭喜你啊，终于如愿以偿当上总裁啊！谢谢，老婆，早点上去休息，明天还要开会。怎么这么快就跟我划清界限，保持距离呢？你以为妈咪给你做总裁的位置，以后就是你的世界了吗？有一句话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说过：当你的屁股坐热椅子之后，就是表示你要离开的时候了。Come on， 做总裁这个位置，你能够做多久呢？到头来还不是要乖乖的把这个位置交给那狗杂种？我觉得这点你不用替我担心，还是顾着你自己吧。没错，不只要顾我自己，你们也要。你们一定在想，妈咪一定会分很多很多的财产给你们。如果你们真的是这样想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她把财产给你们干什么？把钱给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连个屁都生不出来嘛！啊？将来印家的财产要传授给谁？不是在我们这代都已经断送了吗？难道你们还听不出，妈咪是要你们生个孙子给她抱一抱的弦外之音呢？啊？谢谢。我看我们以后还是各顾各的吧。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在外面搞什么不关我的事，最好不要把我们牵涉在内。Yeah， 我也不怕让大家知道，是我去问王律师那王八蛋有关于遗嘱的事情。你相不相信？我还买凶干掉那杂种了。哎呀，这是他命大，姑且就饶了他一次吧。你干什么？哇，保养的真好，还是很有弹性的。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你不是想得到遗产吗？大哥如果不能跟你生的话，那我跟你生啊。变态！你那个变态老二啊，摸我的屁股啊！哎，你这个人是死的，老婆被非礼了，好像没事一样。算了，你也知道脑筋不太正常。有一天我被他强奸了，你会不会也说没事？嘘，小声一点好不好？你也知道妈咪的心脏不太好，如果她出了什么事，遗嘱的内容我们又不清楚，我才不想到最后搞到马班皆输，那就太不值得了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孝顺。仔细的想想，刚才那变态佬说的有几分道理。那
如果我们再不给你妈生个孩子，天阳一结了婚，很快就会迎头赶上，到时我们真的只分到点渣了。那有什么办法？急也急不来。一定是你以前在外面胡搞，搞到连孩子都生不出。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我看我们还是找杨医生谈谈，再不行的话，就用人工受精算了。丁太太，很抱歉，检验报告证实你不能受孕。不能受孕？是的，根据检验的报告，你无法排卵，所以根本不可能怀孕。那能不能用人工受孕？人工受孕也要有卵子才行啊，除非你肯接受别人的卵子。不，我不用别人的卵子。亏你还喝了下。我们本来就不喜欢孩子，不生也就算喽。孩子可以不要，可是那笔遗产呢？放心吧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有什么办法？难道孩子会从天上掉下来啊？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只要肯花钱，要10个孩子都没问题。你是说买一个？问题是你那个老妈子会接受吗？那肯定不可以让他知道。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这里的蛋糕不错的，我帮你叫一份。嘿，不错不错，有进步了。因为我身边有个超级教练啊。是你自己聪明。来来，开始，不要太累啊。哇，你看你，满头汗了。阿哥笑。嗨。我去洗手间。嗨。阿哥笑。我看不管是在商场、情场，还有球场上，您都是所向无敌啊。思婷这女孩子很有性格，我喜欢，我想跟她在一起。那您的意思是？大家都知道我有3个女人，现在我也让大家知道，思婷是我第4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值得吗？其实只要你出得起价钱，我那有许多美女可以任你选择，一夜情也行，短期包也行，何必选这个女人呢？不，老实说，比她漂亮的女人我见得多了，可是就是没有一个像她这样合我的胃口。啊，我明白了，缘分嘛。其实缘分是很奇妙的，也是难以解释的。不过，你那3位太太。你没听人说过吗？一个男人有钱就是有权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思婷这个女孩子很聪明，我想把她带进我的银行学习学习，对吧？开个价钱嘛，我想买下她的模特儿合约。没这么严重吧？好，您一句话，我马上取消她的合约。思婷说不想欠你的人情。是吗？开个价钱吧。哎，我过去一下。Coffee. Me too. 你真是叫我刮目相看啊！只不过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就能够叫他服服帖帖的。
厉害。你也得到你所要的，对吗？你是说赎身费？我敢要多少呢？你以为我随便开个价，他就马上写张支票给我吗？那我说500万好了，你说他会不会嫌？我告诉你，他马上变张脸给你看。这个老狐狸，只有他可以吃人，怎么可能变成吃呢？人家是老狐狸，那你是什么呢？哇，这么快就护着他了，真叫人嫉妒啊！你就好啦，很快就成为他生命中的第4个女人了。他也正准备要亲自培训你，成为商界的奇才。而我呢，就这样失去你。你在我身上得到的还少吗？那个偷拍的光碟，请你还给我。没问题。这是你那份合约，还有光碟片。我跟你保证，绝对没有复制。我想，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。 No。你还想怎么样？你可别忘了，要对付这只老狐狸，没有我的配合，你能够挖到多少钱呢？又能够得到几亿财产中的几%？你别傻了好不好？这么大的一块蛋糕，你想一个人独吞，小心活活被梗死。那也不关你的事。林诗婷，我能够把你送到他身边，也能够把你打回原形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快过去吧，他要开始介绍那些商界名人给你认识了。 都能够放得下，我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。